问一下这样勾啊，要怎么让这边往前，然后这边不要回，就是不要力量聚集要飞这样。就是你不要用这个力，你不要用手腕力。你在弯曲的时候不要用手腕力，而是什么？用手指。你看，我的手指往前走，往下走一个弧的时候，它这个手腕啊变成拉开往下，它走的是一个弧，它走的角度是一个弧。你有看到没有？这个不是，你这样子的话，它是整个90度下来，这个时候你用的就是这边的力。就是收缩了，这边收缩了。可是你用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看这边它是延长的，所以所有的都是什么？用前面用梢来带根，手腕是手指的根嘛，用手指来带手腕。他们两个，手肘是手腕的根嘛，用手腕来带手肘。肩是手肘的根，用手肘来带肩。所以，当一个关节在做变化、在转动的时候，不要用那个关节本身来做，它放松，用它前面的或者后面的来做，这样不懂啊？这就我们常常讲的嘛，你五行金木水火土啊，你要去利用，比方讲你要去利用水，你不要直接去利用那个水，你要由金或者木。木是什么？木是带领它，木这边是让它流动，金这边是什么？金这边是伸它，是推它。所以五行里面每一个的存在，它都受到什么？除了它本身之外，它要流动，是前面有一个引导它的力量，后面有一个推动它的力量。所以你不要直接去搅动这个水，你或者用前面的来引导它，或者由后面的来生长它，来充满它，来推动它。我们在用关节，在用身体是同样的道理。你要用肩，不要直接去用肩，晓得吗？你肩要放松，你用肘，你用腰，你用其他地方。这样的时候，当这个肩在活动的时候，我在用这个肩的时候，这个肩才可以充分发挥它整个的活动角度，这样不懂？因为力量不是出于它，力量是出于它的前后，所以它可以很活。你如果直接用肩的时候，你一直接用肩，它的角度有锁死了啊。所以我们在用所有的关节，身体在活动的时候，都是我主要用的那个关节，所有的关节都是什么？都是在流动，由它前面或者由它后面的关节或者力量在做引导，或者在做推动。所以这个就是很难改掉的一个习惯，这就是我们在练八卦的时候啊，很难改的一个习惯啊。就上次讲练肘很难嘛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大家在练肘的时候啊，是直接去用肘，是直接去用肘啊。你要肘放松，你才能用它，晓得吗？这就是给它足够的自由度嘛。所以我们这个是很现代化的哦。我们这个使用方法就好像那个苹果或者那些先进的科技公司用员工，是给员工足够的自由度，他们才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嘛。你直接去用它，你就像是那个以前专制式的工厂嘛。我叫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，那你只能做这个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用身体，要给身体足够的活动度，足够的自由度。可是那个自由度也是在我们的掌握内，
内的，啊，这样懂吗？对，啊，所以有这个观念以后，你们就去练习，日常就练习，保持到你的关节的自由度，然后你要使用它的时候，去尝试用其他的地方来使用它，啊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这个，哎，我们老学生还那么多问题，哎，因为有很多的问题，我看大家都有一个盲点，为什么都会用到手腕？对啊。那现在如何有这个伸直以后，这个如何拿捏？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？真是，手指啊，手指来带手腕啊，不是嘛？手指的延伸力嘛，手指的延伸力来带手腕啊。问题是说什么？问题是说你没有手指的延伸力啊。但扣的那个方式差不多。也是一样，你扣就是拧起来啊，就是这4根手指头，你看这4根手指头直线往下走一个弧嘛，它是不是就成一个弧了？一个弧了，手把它，你的大拇指也是一样嘛，大拇指也是往这边嘛，往这边延伸走一个弧嘛，5根手指头不是就合起来了吗？是吧？啊，还是在底边对不对？在这边啊，就啊你去捏一个东西嘛，你们看那个啊，捏寿司也像啊，有一些做那个面点的，他那个做的很软了，是不是？他面弄得很软了，他要把它拿起来嘛，他一定要手指下去把它包覆起来，你不可能用抓的，你不可能用这个力，一抓这个力它就变形了嘛。所以你就好像是要去，你的手指的延伸，其实每个人都会，只是说大家疏忽掉了，或者没有去注意那样子使用它，啊，我们就，你看你常常这样子啊，你常常这样子去拿一个你太用力就会把它破坏掉的一个东西，你就会是这样拿。你去注意一下，当你在拿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用的就是手指的延伸力。你用的就不是这个力，你不是这个力，你是这个力，把它轻轻的包覆住。你们去体会一下，你去拿一朵花已经开了，一个花瓣很清楚的开了，一个手掌大的，你放那朵花放在桌子上，你怎么拿？你要从上面，你要怎么拿？你怎么拿它？你一定是这样子拿嘛，把它包覆住，轻轻的把它带起来。你不会用抓的，是吧？就像这样子，手指的引力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每个人都会，只是疏忽掉了我们拿其他东西的那个区别。所以可见我们平常拿柔软的东西比较少，那个经验比较少。用力量去拿比较坚硬的东西的那个经验比较多，就别人讲的嘛，那个抓在手里怕捏破了，是不是？轻一点又怕掉了，就是那样子的，看不懂？你们没事的时候找一个东西，那个水球，以前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玩那个的，一个水球，水球有一个重量嘛，气球它没有重量，水球嘛，你放着，你去拿那个水球，或者鸡蛋也不行，现在的鸡蛋壳蛮硬的。小鸡，以前农家有养鸡，那个小鸡你怎么抓？那种抓小鸡的杆，抓小鸡你就是要这样抓的，你不可能这样抓嘛。你要杀一只老母鸡了，你是这样抓。你抓小鸡你不会，抓小鸡一定是这样，
哎，把它这样子轻柔的滴溜起来，这种感觉就是手指延伸的感觉。所以你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啊，你要的感觉，你就是那个，你就是那个感觉，它就延伸出去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不要想着这个是武术，不要想着这是在要打人，不要想着它有什么样的防身自卫的功能，这些都不要想。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我原本应该会的一个身体的动作，你要这样来想它。啊，还有问题吗？哎，你们练登山那个东西是硬的嘛？是不是？很硬嘛？如果它是橡胶的呢？如果它是橡胶的呢？啊？橡胶它有一点弹性的。对，因为你们假设的是什么？假设的是岩石嘛，所以很硬。因为很硬，所以你们可以用猛力。如果它是一个有弹性的橡胶呢，你就不敢用猛力了。有像是户外那种爬山，有时候你抓的可能是泥土之类的。对，你的石头上面如果有泥，是不是？你一用猛力，你抓到的是泥，那个泥滑掉了，你的手就滑掉了。所以用那种有柔软的，里面有弹性，你一定是慢慢的力量上去嘛。力量到底了以后，你探，力量到底了，稳定了，你才敢用力嘛。这个就是差别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的训练器材给你一种使用身体的一种意识。当那个器材的条件不同的时候，你会训练出另外一种的意识来。啊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我们在练身体的时候，在武术里面，它的状况并不是一样的。昨天看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族人啊，云南族，他们可以踩在一个粗的竹竿上面，手拿这个细的竹竿，用那个来渡江嘛。有一个女的博主类的，她就要学那个啊，去学那个，因为看起来没有很难啊，你平衡感够就好了。不是，她结果就一直摔一直摔到水里。然后她讲她的感觉，就是当她站对了，站在那个上面站对的时候，她是从脚底到全身啊，是凝聚在一个力量上面的，而不是松的。当然是松的，可是松的凝聚，松的凝聚，不是用力所以他在那种状况下面，因为水是不稳定的，竹竿是不稳定的，那他踩在那个地方，他要保持一道很小的一个稳定的中心点，所以他自己必须非常稳定。他如果自己不稳定，竹竿再不稳定，水再不稳定，那就摔嘛。所以他自己上去慢慢练习，把自己练得非常稳定，那个中心非常稳定。用这个稳定站在那个上面，才慢慢会了。然后可以在上面做很多比较高难度的动作啊。那种的竹子可以练习。再细一点的就不行啊，所以它那个竹子宽度比一般脚要宽，宽一点。所以训练器材的不同，会训练出我们的身体不一样的能力来，看不懂？
所以像这种越活的器材，变化度越高的器材，越能训练出我们身体的整合性，跟那种统一性的那个要求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在不平衡里来练嘛，很多的姿势我们要在不平衡里来练，才可以练出来我们的本身的稳定。啊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这个没有了，我们来试试看做这个椅子啊。我们从最基本的教过你们的那个抽胯，来随便选。